大家好，我是大伟。肾气不足的人在冬天是非常的受罪，往往有3个特别明显的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身体特别的怕冷畏寒，特别是腰部和膝部特别会感觉寒凉，就感觉这骨头里面都凉飕飕的啊。这个呢是最典型的表现。第二个呢，头发在冬天特别的干枯，而且呢白头发两翼的这个白头发特别的多。这个头发又白，而且又干枯，而且呢，你轻轻的这样一拽，它还容易折断。这个呢，就是第二个表现。因为你要记住一句话：肾主骨纳气，其华在发。第3个呢，就是肾气不足的人身体会变得特别的虚弱，总是容易去招惹一些小毛病缠身。大家看，这3样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那么肾气不足的人，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肾气，让冬天过得更好，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你只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就能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肾气一天比一天足。第一个方法呢，叫做壮合谷非常的好。就是你看我手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合谷，你看手这么一合起来，像不像2个山峰合在一起？所以叫做合谷。2个合谷对靠在一起，然后我们来回的敲击，每天就这样去敲击200下就这样去撞。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阳气口、肾气口把它撞开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手上面热热的，脚上面热热的。这个方法要每天做，一般来说，你坚持10到15天，就能让自己的肾气打开。大家好，我是大伟。脸上皱纹多、褐斑变深，这是衰老的表现吗？有很多人认为是的，我告诉大家，并不一定那么我们身边并不缺乏明明60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和40多岁差不多，也不缺乏一个人年龄40多岁，看起来却像50、60岁。那么为什么2者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其实这和我们面部的一张看不见的经络网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经络网是什么呢？它负责咱们面部的整个的一个代谢。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经络网是时常疏通的，那么你的面容、面色，包括你脸上的这个皱纹一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褐斑都能够代谢掉，所以你看起来会更加的年轻。那么如果你的这个经络网它时常是紧皱在一起的，同时这个经络网没有把它舒展开来，里面是堵着的，那么它在我们的面上就会留下一些积累的排不掉的一些毒素。这些毒素呢，其实在我们脸上呈现出来就是一些褐斑一些深深的一些皱纹。所以呢，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只要你每天能够跟着做一次，不用多久，你就能感觉到自己面部的一个神奇变化。而且最关键的是，每次当你做完，你都能体验到这种面部微醺发热，这种气血上涌的感觉，非常的奇妙。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弄丢了找不到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梳子呢是纯实木制作，不仅能够更好的贴合我们的皮肤，更能够快速疏通我们的经络。居家备上一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我用这把梳子来给大家演示动作。首先呢，打开我们面部经络网，一定要从下往上去做。先从下巴这里开始我们用最大的一个齿头点住我们的下巴。你看，像我把头抬起来点上去，这个点点进去以后下巴低下来，然后左右拨弹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用大拇指去顶进去看一下，顶上去以后下巴低住，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这个舌头要放松舌头一紧的话，它里面的肌肉就顶出来了舌头放松，你用大拇指左右进去拨一拨，我用梳子来代替你看。左右晃动大概10下到20下，会微微的发酸发胀。那么这个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把这个筋先给它揉散开来。好，这根筋揉散了以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梳子最上面这个齿头你看贴着我们的下巴这条线，看往上去推。1，看到没有？2。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把我们下面这个经络网的边缘给它打开同时呢，我们在推的时候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一个面容，我们的脸型。也就是说，脸型看起来会更加的好看。
而且有很多朋友啊，你会发现啊，就是说长期，比如说你这个经络网比较不好的堵的，它的下巴这里啊会有赘肉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双下巴，其实也是不通的表现啊。我们就这样去推，对吧？头微微的小昂一点点，然后这样去推这条线啊，推大概在10下到20下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代谢开关啊。你有下巴上面有赘肉的，或者这里感觉不通的啊，在推的时候，其实你都能感觉到啊，把这里给推开来就好了。好，我们右边做完，左边也一样，就这样顶着往上去推啊。记住是用这个大齿头的边缘，它有一个凸起啊，然后用这里顶上去，正好卡着我们的颌骨啊。你看往上去走啊，推着这个边缘往上去走。10下到20下，好，在推的时候不要过快啊，慢慢的要渗透的感觉你的经络被疏通，一点一点的往上去推啊。如果呢你感觉你的面部的肌肤啊比较嫩的啊，你可以撒一些这个护肤乳啊，配合着一起去推。像我呢，直接用这个梳子，因为这个梳子它很光滑，所以做起来呢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好了，我们下面做完了以后，此时你的下巴应该会感觉非常的紧啊，就这个紧啊，你自己能感觉得到。然后我们把这个梳子你看定位怎么定呢？一个上面的齿头定位在我们的鼻翼上方啊，下面的呢就贴在我们的下面啊，你看这贴在这个点。好，放好了以后往上。梳子你看这样一斜着往上去推啊，推到我们的耳朵这里，1、2，这个是什么呢？把我们的面部给它疏通开来啊。在这里有很多人他是推起来是酸酸的、胀胀的，而且能感觉里面有一些不通，有一些小的一些疙瘩和筋结它能感觉出来。用这个梳子推的时候，明显就出来了啊！这些其实都是你不通的点。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啊，就我们这样去做上一个30下不要做多。面部的话，千万不要做多，就是20下到30下左右啊，缓慢轻微的往上去推啊。推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面部由内而外的发热。为什么会发热呢？其实就是你的代谢开关打开了，我们的面部的经络给它推开了。它这个发热是非常好的促进我们面部的一个气血循环，把一些不好的杂质给它代谢走。所以很多人说他的面色不好，你这样推一推，慢慢的你的面容面色就会由里面是发红的看起来非常的好，很有气质，非常的好看。好，我们就这样去推。好，推完了以后呢，你看我们右边推完，左边也一样这里左边简单的演示一下就这样去推就这样去做。好，那么推完了这一点以后呢，我们还要再去画一个7字。什么叫画7字呢？你看，一样是用这个大齿头定着我们的这个鼻翼，然后往上推到我们内眼角，顺着我们的眼袋往外画过来。你看，1大家看好看这个轨迹，我手指给大家1画过来可以画长一点到这个位置你看，闭上眼睛1、2，动作轻微3，这个是干嘛的呢？这样多做一做，把我们鼻子这里经络给打开这个非常重要4，你就这样去做。5，它每一个步骤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意义6，如果你懂的话，你按照这个步骤去做，你就明白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7、8。我们也不要做多特别是眼睛这里，你不要做的很重，一定要轻轻的、慢慢的去推因为你做重了以后呢，很多人他会发现这个眼袋它容易水肿就肿肿的，所以我们轻轻的推是没有关系的。力度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大概点上去然后划一下，你看点上去，划一下，点上去，划一下，好，就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做完眼睛以后，最后一个步骤是哪里呢？你看。刚刚我们所有的点都是往哪推呢？往我们的耳朵部分推为什么呢？因为耳朵这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集中处理一些不好的杂质的位置我们把它集中推在我们的耳朵这里，然后最后呢，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头中间，你看一直刮到哪呢？把耳朵刚才带过来的一些不好的物质你看从耳朵后方一直往下刮到我们的脖子这刮到我们的脖子这，你看
1啊，你看耳朵下来以后，这个手这样一转啊，就把我们的脖子给刮通了。2、3、4，在这里呢，这个手法上面你可以重一点，就是我们的头到这里可以重一点啊。5，一样的，你在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很多的筋节啊，你随着我们的推刮，这些筋节会变散。同时呢，我们刮到脖子这里，会把一些刚才聚在这里不好的一些物质啊，给它代谢走啊，就这样。好，我们一样是做个20下到30下，左边也一样。1、2，我们脸上的这个经络网啊，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去把它打开啊，你千万不能把它反过来。比如说你先做这个动作，后做这个动作，把它顺序打乱就不行的，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今天给大家教的这个顺序啊。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叠被单一样啊，叠被单它4个角，你必须要把它先对折，再对折，这样的话你被单叠出来才整齐。如果你随便就窝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一团糟，对吧？所以我们做这个动作也是一样啊，就是你看从我们的头部往下刮，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每个步骤都非常重要。好。当我们把每个步骤都做完了以后，这4个步骤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脸部从下到我们的耳朵后侧到我们的头部都会发热，这种发热是一种微醺感，从内往外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只做了这半边，我的右边是用心做的啊，虽然没做多少下。左边基本上是一带而过，没怎么做。那么现在此时我的感觉呢，就是右边发热，左边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然后活动起来讲话的时候，我会发现右边的这个脸部它更有质感，紧绷绷的，而左边呢就没什么感觉。所以你们做完的时候你可以做半边脸，就像我一样。做半边脸，你感受一下对比，自己做完以后的感觉，才是这个证明这个动作好坏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以后每天就跟着练。你经常去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面容、面色，包括你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加的年轻。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认识一位89岁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腰背笔直，整个身体非常的强壮。他最爱的就是每天固定练习一个动作，一次练上5到10分钟，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才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那么这个动作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动作叫做凌空拨掌。我有幸跟着他练习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次我练完以后我的身体都会发热，这个腰背部感觉特别的笔直，特别的舒服。今天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视频收藏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基础姿势我们身体呢是自然站直，小腹向内收紧，然后呢我们把手举过头顶非常简单。这个动作大家注意看我手上的姿势手往后打开，你看我的胸口是不是往前挺了手往后打开，手一定要折起来做这个动作，你看，然后再往前去推，再往后，再往前。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无论是手往后还是往前，我们的小腹核心处一定要始终的向内收紧。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演示一遍大家看来1、2、3、4。就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会明显的感觉，手在往后的时候，我的整个后背包括胸口都是完全打开，后背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发力感觉，后背绷紧，然后在往前送的时候又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就这样去做，做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特别是如果说你手在往后的时候，找到感觉以后，我们就要保持大概1秒钟左右，再往前推。好，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配合呼吸，往后吸气，往前吐气，来吸吐，你看换个角度来吸吐吸吐吸吐，就这样，我们每天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你做完以后就像我此时此刻我感觉我的后背非常舒服，大家可以从侧面看一下，
做完以后，整个人啊感觉胸廓打开了，这个后背啊变得非常轻松。那么如果你感觉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然后每天打开跟着练一练。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的内容可以帮助到你。同时的话，也希望如果你喜欢，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腿是根，力量从脚生，这句话是非常有智慧的。很多人都认为啊，咱们的腿部无非就是支撑啊、走路或者跑步这样的作用。其实咱们的腿部啊，它的功能啊非常的强大啊。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数据啊，我们的腿部肌肉啊是占有全身总量的60%。这个呢就说明呢，我们的大量的肌肉啊是聚集在我们的双腿。那么第二个数据是什么呢？我们腿部行走的这个气血通道啊，是身体当中最长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腿部出了一些问题，它不仅仅啊是腿上没有力气，它还会影响着全身的气血通行。所以一般腿不好的人，他的上半身啊也会没有什么力气。那么反之，如果你的腿部啊越强壮，你的气血流通越好，肌肉越发达，你的上半肢也会越好。所以呢，大腿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年龄越大的人，越要重视自己的双腿的一个锻炼。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踏云步。这个动作我分享给很多的人啊，你只要去练一练，你就能发现这个动作的好处啊。特别是年龄大的朋友们，你只要去练一练，还能让你的双腿活力持续的增加。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看动作。那么首先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然后再逐一讲解这个动作的细节。侧面给大家演示啊，你看我们站直，把腿抬起来。然后呢，把脚往前伸，注意看，我这个时候我的脚尖啊，它是一个下压的姿势，然后呢，腿往后啊，往后，这个时候脚尖逐渐往上绷啊，大家看我的手啊，脚尖逐渐往上绷，再抬腿，再往下啊，你看就这样下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的脚尖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啊。现在我用手的一个角度代替我的脚尖，大家注意看啊。我们抬腿的时候，脚尖是勾着的啊，腿尽量往上抬高，然后往前，脚尖下压，哎，你看这个时候就拉到筋了。再慢慢的往后，脚尖变成钩状啊，再抬腿，就这样。这个动作刚开始很多朋友练的时候啊，他平衡不好啊，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啊，不仅仅是锻炼我们运动侧的这条腿啊，就是我的右腿。我的左腿呢，在站姿的情况下，它还有一个什么呢？维持平衡啊。所以呢，你看似练了一条腿，其实我的左腿啊，它也是在做一个静态的发力。我们刚开始很多朋友练习的时候啊，一定要手扶着墙啊，一手扶着墙，一手啊这样去练。慢慢的啊，你感觉你的这个平衡状态上来了以后呢，就可以手啊虚位扶着墙，就是我的这个手啊不扶着墙啊，贴着墙啊，不扶着它。然后一旦出现了不平衡，哎，手立马靠着墙。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自己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性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动作再给大家做一遍啊。大家注意看我的手，我的手的角度代表着我的脚尖的角度啊。你看，先抬腿收腹啊，然后脚尖下压。然后我脚尖往上勾，再回抬腿，再来2、3啊，就这样去反复的去做。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腿随着往下往后，它不断的是做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这个筋啊给它拉开来。大家看啊，这个动作不断的就是拉开我们的筋，而且呢，这个动作活动了我们的3大关节啊，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我们的踝关节3大关节。我的左腿呢，作为支撑腿，也是一直在静态发力。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啊左右腿互换着做啊，每个腿做上10遍左右。然后做完以后呢，你会感觉再活动一下双腿啊，感觉非常的轻松，腿啊就轻飘飘的。这个动作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啊，日常把它加入到我们的锻炼计划当中。每天在家的时候啊，就走一走这个踏云步，就能让自己的腿脚啊更加的有力量啊，腿脚变得更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以后拿出来呢，把这个细节啊多多学会，掌握了细节以后呢，才能让这个动作啊变得更好。我希望大家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且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练胯又练腿，
到老不受罪。大家听这个顺口溜是不是特别的顺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我们的一个胯部。这个位置啊非常重要，也非常的特殊，就和我们上面讲的一样，我们的腿的根部啊就在于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胯部。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呢？大家看啊，我们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是哪里在转？就是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你可以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啊，你看腿只要摆动起来，都能感觉到我们的一个大转子啊在里面来回的摆动。那么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感觉腿脚没有力气啊，走路没有劲，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啊，其实大多数啊都是他的这个髋关节，你看摆动幅度啊一天比一天小，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感觉这个腿部的力量啊不够了。为什么说这个胯是腿的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属性啊。就是我的这里，我的腹股沟啊，这个下面啊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血通道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胯部是这里的一个总阀门，经常把胯给它打开，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气血通道啊流向脚底的这个气血运行啊会越来越好，循环代谢也会越来越好。好了，咱们讲了这么多，胯部重要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它的一个原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怎么样把我们的胯部给打开，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把动作拆分开来给大家讲细节。动作怎么做呢？你看腿这样去摆，摆好以后，你看转胯，转完以后踢，好，再回到原位，转胯踢啊，再来转胯踢啊。很多人看完以后说你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嘛，但是呢，你们自己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并不简单。好，现在我们来做动作的拆解啊。你看腿先往外，然后呢，这个时候注意啊，我的大腿啊要有一个微微的内旋，你看。把这个腿放外面，然后脚尖点地，大腿内旋。此时你会感觉这里我手指这一块有根筋扯着晃啊，这里呢其实就是大家紧的地方。小腹微微内收，然后呢开始怎么做呢？你看腿抬起来转啊转往外面转啊，转的时候呢，你看脚尖要勾着，勾上去到你的极限，哎，往外面转不动了，好怎么办呢？你看往下去踢。踢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啊，怎么去踢非常重要啊！你看，这个腿是往外，你看旋着往外，然后我们往内旋去踢，看这个脚尖的一个方向，往下踢的时候脚尖下压啊！你看这个动作非常的玄妙啊，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把这里我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给它拉开了，同时呢，我们在转的时候打开了我们的胯，再往下踢的时候，促进了气血往下去走啊。所以这个动作我要如果不讲，你可能不会明白，就感觉这个动作很简单。我讲了以后，你们把这些细节知道了以后呢，自己去练起来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动作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做的时候啊，手一定要扶着墙。假设我这里啊是一堵墙，你扶着墙，你看慢慢的把这个动作的感觉找到。往我们的前方啊去进行一个往下回旋的一个踢，脚尖点地啊，脚尖往下绷，然后回到原位，再来转踢啊，再来你看转踢啊，就这样。你们做的时候刚开始一定要扶着墙，不然的话你的腿部不稳，很容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就是身上在扭动。那么身上一扭动，你这个动作啊就立马就乱套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反复多看几遍啊，把这个细节给学到。那么你做完以后啊，活动一下腿，你看我的左腿没做，我的右腿做过，明显啊抬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般左右腿都要做，一条腿啊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就够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颈椎不好，脑袋遭殃。咱们颈椎不好的朋友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头里面啊总是感觉发闷发胀，而且时常啊会感觉晕晕乎乎的。今天呢，我要教你一个骑法。
这个起法，只要你跟着这个视频啊做上一遍，你会明显的感觉啊，你的脖子啊活动起来变轻松了，而且呢，脑袋里面也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所以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好的，我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咱们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只要记住一句口诀，这个动作就会做了，叫做先拍脑门后捻筋。我把这个口诀啊演化成动作，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先拍脑门非常简单，我们手伸出来，用手掌的上半区域啊，我手画圈的地方去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脑门，就这样啊，速度不用快啊，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打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清脆的啊！我们做一个100下到200下，每天轻轻的拍打啊，不要用劲啊！打出来这种脆脆的声音啊，不能说你打出来啊，这个声音发闷不行啊！所以我们轻轻的去做啊，100下到200下，做完以后啊，做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你做完以后眼睛一睁，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啊！什么事呢？就是你感觉你的眼睛的进光量啊是一下子明显的增加。而且呢，你会感觉你活动一下你的头脑，你会感觉你的头部啊非常的轻松。好了，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后面一个重点紧接着来了，后捻筋，捻的是哪根筋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把手啊，你看像我这样啊，做成这个动作，放在我们风池风府的中间，具体是哪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位置，这条线啊，大家看到没有啊？这条线，我手指的位置。好了，我们把手就这样放上去。啊，放在这条线上面，然后呢，我们去低头，啊，来回的低头，先找点啊，我们把头往下低，低下去以后，你能明显的感觉有一根筋啊藏在深处，突然随着你的低头啊，它跳出来了，正好顶在你的手指上面，你们去感受一下啊，头往下低，没有的话，你就把头低的再深一些，啊，感觉到这根筋啊，它一下子蹦出来了。好，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根筋，低头的姿势不要变啊，它让它完全的暴露出来。然后我们的手啊，就什么呢？捻啊，左右的捻。从后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找到这个筋啊，把头往下低。好，我的这根筋在此时这个角度啊，已经完全的跳出来了。那么此时呢，我的手左右的去捻它啊，很多朋友啊，一捻这个筋啊，发现这个筋又僵又硬，而且呢。就感觉这个筋啊还酸溜溜的啊，其实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就这样左右反复啊做50下啊。做的时候啊一定要轻轻的啊，轻轻的啊，不用过于用劲啊，也不要过于速度过快，轻轻的左右有节奏的这样去捻动啊，就这样反复的去捻动啊，感觉这根筋啊它发出这种酸酸的信号啊。我们数一下50下，好。把这根筋给捻松了以后，这个时候呢，你把头啊抬起来，左右活动一下，啊，睁开眼睛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的脖子啊，就仿佛没有一样那么轻松，而且呢，头脑里面啊，感觉空荡荡的啊，就感觉被放空了，非常的舒服。其实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大家只要记住了这个口诀，也就掌握了这个动作的精髓。像很多颈子不好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头里面啊，总是感觉发闷发胀，头脑里面感觉昏昏沉沉的，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做一遍啊，它的好处你做完以后啊，自己就知道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我建议大家把它收藏起来，同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眼睛不好，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经常感觉自己的眼睛里面啊发干发涩，今天我要教你一套非常神奇的方法。这个方法为什么神奇呢？就是因为你只要跟着我做上一遍，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进光量啊明显的增加，看东西啊也变得清楚了，而且眼睛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一套方法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再想看找不到，那就可惜了。好了，咱们现在来讲方法。首先我们先一起来找到眼睛上面的这个小开关，非常容易找。怎么去做呢？用我们的大拇指贴着我们的鼻子往上去推啊，往上推，推到我们的眉骨这里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有一个棱啊，你推不上去了，就是这个点。我们以这个点为中心，左右横拨大概1指的距离，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点为中心，看往右
往左啊横拨各1指的距离啊，我们就这样去拨动，大概在20下左右。你看，给大家演示一下，眼睛闭起来，顺着往上推，找到这个点以后，看右左右左啊，就这样贴着我们的眉骨啊左右横拨啊，大约在20下左右。这个拨起来的时候，感觉啊是有一种酸酸的、胀胀的啊，甚至有些朋友在拨动的时候啊，会感觉眼睛里面啊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就是往外去排出一些什么东西的感觉啊，这都是非常正常、非常好的现象啊。你就这样去拨啊，大概20下到30下，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1、2、3、4、5，好，就这么几下，我把眼睛一睁开，明显的感觉啊，我右边的眼睛和左边的眼睛啊，看东西啊是进光量是不一样的。右边的眼睛啊，看东西感觉更亮了，而且眼睛去眨几下，明显的感觉右边的眼睛啊，就眨动眼睛来说啊，都更舒服、更轻松。好了，当你掌握了这个动作以后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感觉眼睛疲劳啊、发沉啊、不舒服啊、看东西模糊啊，都可以把这个动作做上一下。然后呢，紧接着我要教给大家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在道家当中啊，叫做开天目，什么意思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无论是看远还是看近，它是通过什么来调节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眼眶深层的这个睫状肌啊，去调节我们整个眼珠的一个转动。所以呢，这个开天目啊，你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我们的冥想啊，去打开我们内部深层的这些肌肉，去激活它，以免它过于僵硬的。咱们很多人啊，比如说在近距离看书的时候，然后突然把眼睛聚焦到远处，你会发现远处变得很模糊，然后过一会儿才能逐渐的变得清晰。这其实啊都是提醒着你啊，我们眼球内部深层的这些小小的精密的肌肉啊，它出现了一定的僵紧。我们接着啊用这个开天目把它激活。怎么激活呢？非常简单啊，双手你看持于我们的眼前，把眼睛闭上，然后呢在脑中啊去想象我们手的一个画面，就是很简单的理解，就是我现在眼睛闭着，但是我能看见我手的一个形状。比如说我手现在摆成一个5个手指张开，我能在眼前啊呈现出这样的形状。我把手你看回复到这样的姿势，我的眼睛啊也能看见这样的形状。这个看不是说真的你物理上面去看，而是你在脑中有一个成像，这个意念大家要能理解。好了，此时我们把所有在脑中成像的意念聚焦在这个点上，指尖啊，以这个指尖为基础，然后呢我们能看到它，同时我们把它拉近啊，它在我的脑中能成像，非常的近。把它去拉远，好，此时你的意念是跟着你的整个状态是离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反馈在我们的眼中啊，我们的这些小小的这个肌肉啊也会跟着去运动啊，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意念给它集中起来，它和我们这样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闭着目养着神去调节我们里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敏感程度啊，你看来远。好，左右，你能看到我在左右的时候，我的眼球啊也在跟着转动啊，我能看见到它，然后来往回，再拉远，啊，意念集中起来，你看往左，往右，好，回，再进啊，就这样。我们如此反复做上5遍啊！有很多人会说啊，你说的方法和我自己这样去做不是一样的吗？我告诉大家，完全不一样。你眼睛闭起来，就这样反复做5遍，再眼睛睁开，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大陆啊！眼睛会变得特别的轻松，看东西也会变得更加的有神，眼睛会变得非常的清澈啊！然后如果说你单纯的是这样去做的话，你会感觉啊就这样啊，你做完以后还是这样，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2个动作我希望大家收藏好，我也希望这个动作啊能够给你带来帮助。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千寒易去，一时难除。为什么咱们有很多人啊，大半辈子啊都在和湿气做对抗，身体里面这些堆积的陈年的湿气啊，就是难以去除。其实很多人啊，他并不是祛湿的方法错了，而是没有找到这个湿气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大本营。只要你揪出这个大本营，方法再用对，你会发现祛湿也能变得非常轻松。我这样告诉大家，咱们很多人啊去湿气，就是着眼于怎么去湿气啊，包括饮食上面，包括运动上面都下足了功夫，但是他没有发现，咱们湿气也有天敌，它的天敌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你会发现啊，每个人身体都会产生湿气啊，因为湿气本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代谢出来的一些产物，但是有的人他产生的湿气他能代谢掉，他身体啊不容易堆积湿气，而有的人啊就是易湿体质啊，这个湿气啊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阳气弱，因为湿气阳气它本身就是对立的啊，阳气足则湿气散，那么湿气盛呢则阳气消。想要去除湿气，不仅一方面你要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排湿口，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啊给它扶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一个好的循环，让你身体里面的湿气啊去得干干净净。那么今天啊，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能够快速的去除你身体当中的湿气。首先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湿气最爱藏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脚底的一个涌泉啊，涌泉这里啊非常重要。涌泉它不仅仅啊是一个肾阳之气灌入之口，同时它还是一个祛湿的排湿口。可以说脚底这个涌泉你不打开，它就变成了一个湿气的大本营，湿气重了，堵住了咱们的一个涌泉，就会让我们的阳气进不来，湿气越来越多，而我们的气血一旦经过我们的脚底，就会沾染着湿气啊带到我们的全身。所以很多湿气重的人，你会发现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今天这里好了，明天那里又不舒服了，就是因为脚底这个祛湿大本营啊，你没有把它给彻底的解决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就是针对咱们身体当中湿气重的，身体常年被湿气缠身，脚底的这个湿气大本营没有办法去除的啊这类人群。好，我们话也不多说，我直接把这个方法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已经帮助很多人解决了常年湿气困扰的一个烦恼。这个南湿足贴啊，它主要是上面的一个扶阳七君子，专门去把我们脚底涌泉这个点啊给它打通，让阳气能够进来，让我们的湿气能从我们涌泉这个祛湿口啊出去啊。这扶阳七君子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这7样。那么这7样呢，因为配比啊比较复杂，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配，直接可以在我们下方的橱窗选择成品。那么这个足贴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啊，它有一个贴片，有一个足贴的带子啊，咱们只需要把它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贴在我们足底的涌泉就可以了。这个足贴啊，我自己是足足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才给大家来分享，就是因为确定了它真的非常的好，所以才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把这个足贴从我脚底撕开，我明显的看见到这个足贴吸附出来的一种黑乎乎、特别粘稠的物质，这些呢都是沉积在我们脚底当中的湿气，通过这个足贴把它吸附出来了。那么我坚持用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会发现啊，这个脚底上面吸附出来的湿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少，而且脚底上面也是逐渐变得更加的干净。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我的家人，还有包括我的亲戚，他们用完以后啊，撕下来的时候第一天都发现，哇，这个撕下来都惨不忍睹啊，都不敢相信自己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居然这么多。而且呢，你会发现随着你的身体当中湿气一天比一天减少啊，咱们在撕下来以后啊，这个脚底就逐渐变得干爽了。湿气少了以后啊，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精神，阳气足了，人变得精神有力气，而且你的体质会明显的上升。咱们说之前湿气不好的，比如说经常啊无力的啊嗜睡的，包括你的脾胃运化出问题的，都要先去湿气。一旦你的身体当中湿气啊没了，身体清爽了，你会发现，哎，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充满了阳光、有干劲、不爱生病的自己。
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不要忘记了去橱窗下方去获取。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是一个常年被湿气缠身的人，和湿气对抗了大半辈子的人，那么今天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把咱们这个视频看完，我会教你一个解法，你看完以后瞬间整个人啊就明白了为什么你的湿气啊始终去除不干净。咱们首先啊要先说一下湿气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困扰。那么湿气的困扰啊，大致就分以下几类啊。第一个，它会对于我们的脾胃啊造成一定的干扰，所以湿气不好的人呢，湿气重的人呢，就会造成比如说我们的脾胃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人啊过胖啊、过瘦啊，消化吸收上面出现问题啊，上厕所大便总是粘着这个马桶上面。第二个，湿气如果过重，还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活作息。比如说，你特别的嗜睡啊，每天睡觉时间特别的长，还不容易醒，醒来以后起床气特别的重。就算你睡了一个10个小时、12个小时，你白天依然是没有精神，而且湿气一重啊，整个人还会显得浑浑噩噩的。这个大脑里面思考东西啊，明显就感觉啊不给力。这些都是湿气重给我们身体带来了一个负面的反馈。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湿气只要一重，你会发现你的免疫能力啊是一节一节的往下走，一些基础的慢性问题啊总是找到你身体上面的麻烦，比如说咱们常说的心血管上面的问题，其实这些啊都归于湿气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肆虐所造成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换句话而言啊，这句话你听完了以后，你就明白了湿气应该怎么去了啊。你想一下啊，我们身体当中阳气不足，你会带来哪些问题？是不是阳气不足也会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啊，比如说没有精神啊、没有力气啊、免疫能力下降啊、正阳之气不足，也依然会造成啊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些慢性问题来找我们身体上面的麻烦啊。你想一下，是不是湿气不足和阳气不足，它两个问题啊就是重合在一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归根结底啊，就是因为咱们大多数的人去湿气，只是着眼于去湿气了。他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比如说饮食上面去控制，饮食上面去调整啊。包括去运动，这些都是从一个基础的层面去湿，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去把我们的阳气扶起来，再把我们的湿气啊给它压下去。湿气和阳气啊，它本来就是对立的产物。比如说啊，咱们的阳气盛，那则湿气消；那么湿气长呢，那则阳气散。所以呢，想要祛湿，第一件事先把阳气扶起来。第二件事就是要把我们脚底的这个祛湿口啊给打开，而刚好呢，脚底的祛湿口和我们的扶阳口啊都在一个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涌泉。所以位置你得找对，就是在我们脚底的涌泉，你要好好的下功夫。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祛湿物品，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边看边讲解。就是这个蓝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去除了身体当中顽固的湿气。这个蓝湿足贴啊，它上面写着扶阳七君子，我一定要给大家念出来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这7样。那么这7样呢，它凝聚成的精华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一小包的足贴，同时它还送了这个贴片。我们把它直接贴在我们脚底啊，一定要记住覆盖住我们的涌泉。不仅可以把里面的这个湿气给它抽出来，同时呢还能把这个正阳之气从我们的涌泉打进去。身体当中阳气一足，你会发现很多一些顽固的湿气就是会消散的干干净净，而且你经常感觉身体上面不舒服的地方，也逐渐的会感觉变得非常的轻松。那么我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个蓝湿足贴，并且说这个蓝湿足贴好呢？因为我自己已经用了2个月的时间，我会把我的实际感受分享给大家。我第一天贴完以后，早上起来把它从脚底撕下来，我看见这个足贴上面沾着一层黏黏糊糊、黑稠稠的东西，这些其实都是我身体当中沉积下来的一些湿气日常当中你感觉不
不出来，但是你肉眼看了以后，你才发现这些湿气啊是这么的贴切。而且呢，随着我每天去贴了大概足足有15天左右，我发现再撕下来以后啊，这个上面沾着的这些湿寒之气啊就变得非常的少了。而且随着撕下来这个湿气变少，你也能感觉到你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轻松。咱们有很多朋友啊身体特别的虚，特别爱出汗，包括你的这个脾胃不好的，都可以用这个蓝氏足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贴在足底，睡醒以后把它撕掉，非常的方便省事。你只要能够连续用上一个30天到60天的区间，你会发现随着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啊越来越少，撕下来的这个足贴也会逐渐的越来越干净。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大家身边如果有湿气难以去除的，包括自己想要快速的把湿气去除的，咱们就可以尝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我把这个蓝氏足贴也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橱窗进行获取。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这套动作太牛了，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改善了自己身体的状态。就在前2天，赵阿姨跟着我整整练了1个月，用她的自己的话来总结，她每天只做上10分钟到15分钟，现在1个月下来体重掉了6斤不说整个身体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而且每天做事都会有使不完的劲。她感觉自己的状态好极了，她想把这个动作也分享给家里面人，让我再出一期视频帮助更多的人。其实这套动作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在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大门，同时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你只要每天花上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跟着我去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奇妙之处。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跟着去练。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套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2把经络拍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经络，还能够强身健体居家备上这2把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去做演示。第一个动作叫做左摇右摆通带脉这个带脉在我们的腰间，又是一根看不见的腰带。那么这个腰带如果说松了或者堵了呢，就会导致我们肚子干嘛被凸出来，对吧？因为它是看不见的腰带嘛。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带脉给它紧下去以后，就会造成什么样现象呢？我们做完以后这个腹部就会往内收。所以很多人说带脉对于我们瘦肚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动作我教给大家你看1、2、3、4、5、6，这个是慢动作演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用拍子先拍在我们的腰间最后面的这块肉拍上去以后，你看我在拍的时候，我的这个胯部它有一个旋转迎击，2左右的扭胯。每一下跟着节奏走，我们不用做快，我们慢慢的做，把这个节奏掌握好了以后，你会发现逐渐的我们可以加快速度直至拍到我们的腹部中间你看1、2、3、4、5、6、7、8就这样去做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仅仅在拍的时候是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的腹部在做什么呢？左右摇摆，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内部做了一个强大的一个运化所以我们就这样，你看把腹部收紧小腹收紧拍的时候你看根据自己的力道反复去拍。很多朋友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会发现什么呢？做完以后上厕所的次数变多了。为什么？很多人说自己的湿气出来了就这样去做做快一点，就这样你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腰围也会发生一些神奇的变化其实这就是把我们的带脉疏通以后的好处。好，我们这样去做每天去做上100下就够了，一般用时2到3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呢叫做大步流星化湿气。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同时呢，这个动作还能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6、7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讲解首先这个拍子咱们拿的时候呢是要微微的横着一些的那么我们保证这个拍子精准的是打在哪里呢？打在我们的国窝这个位置。国窝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而且呢，日常当中我们特别是久坐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国窝这里有一个小鸡蛋一样的小疙瘩这里其实都是堵着的表现。我们现在要把这里给它打松，怎么去做呢？就是你看，通过我们拉，你看这个动作就是拉，把我们的筋给拉开。然后在回的时候呢，利用这个回击的一个力量，你看直接就敲打在我们的国窝处所以呢，这个动作的要点就是击打我们的国窝。
腿往前迈，手完全打开。在带回来的时候啊，就直接把我们这个动作给做完了，腘窝给击通了。啊，正过来给大家看。啊，非常简单。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腿上啊酥酥麻麻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呢，浑身啊通过这个动作的运动完全就打开了。这个动作我们建议啊左右各做上50下到100下。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但做完以后呢，额头后背出一层细雾一样的汗，整个人啊是感觉里里外外啊都非常的通透。好的，接下来我们讲第3个动作。第3个动作，极拳大椎撞体魄啊，这个极拳是哪里呢？我们的腋下啊，大椎，你看。脖子一低，这里凸出来的大椎。好，我们拍子敲打的位置啊，就是极拳大椎啊。你看，极拳大椎撞体魄啊。我们做的时候，你看身子转动，把拍子一个是拍子啊放在我们的腋下敲打2下，一个拍子啊放在我们的大椎处敲打2下啊，就这样，利用我们腰腹的力量，你看把身体转起来啊。你看，来，1、2、3、4。啊，做的时候，你看转过去的时候，胸你看要有一个挺胸的姿态啊，你千万不能说转过去，就这样啊，就没怎么转，你一定要是转过去的，把胸挺起来敲打，把我们的腋下完全的打开。你看，侧着给大家看啊，你看1、2、3、4、5、6啊，这个动作你做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做的时候感觉极拳啊特别的疼，为什么呢？它其实就和我们的腘窝一样，很多人啊这个位置啊都是不通的啊，所以说你想说很多人身体啊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身体这里啊很多地方不通，你不知道。但是呢，你通过这个动作啊，每天练习，每天坚持拍打，把这个位置啊给打通了啊，通过这些运动，你会发现，当我们的身体通了以后，气血循环啊就变好了，然后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排出来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能明显的感觉到有劲的啊，就是讲话也好，做事也好，都会变得非常有劲。这个动作我们左右算一下，每天做上50下就够了啊，就这样啊，拍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舒服。我们这个拍子啊，它拍的时候是非常有弹性的啊，所以拍的时候你不用很用力啊，它就自然而然的啊去把这个力量能打入到我们的深层啊。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是手拍的声音，这个拍子拍的声音啊，大家听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跟大家说啊，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动作好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你感觉这个动作好，用2把拍子就能轻轻松松的把我们的肾上经络打透，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最后我要给大家说的是，这2把拍子咱们选择一定要选择2把，因为1把拍子啊，你只能作为一种敲敲打打，它编排不出任何的动作。但是2把拍子啊不一样，它可以编排出各种各样的动作，通过动作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让身体啊变得更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每天把这个3个动作加在一起去练，一共啊耗时10分钟，最迟啊15分钟。你只要坚持练上1个月，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啊也会有神奇的变化。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后背。背部这个区域啊，非常的特殊。特殊在哪里呢？你看啊，年轻的人啊，一般他背部不容易出问题啊，都是在颈椎、我们的腰椎容易出问题。而老年人呢，中老年人，他们大多数出问题的地方啊，都会在后背。摸起这个后背来啊，两边会有一些非常坚硬的条索，而且呢，老年人总是感觉这个背部啊伸展不开，而这个后背啊感觉空空的、凉凉的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们的背部啊，它并不是说年轻人不容易发生问题，而是背部呢，它会向两端传导啊，就是我们说的链式反应。什么叫做链式反应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这个手上啊拿着一根这个铁链啊，这个铁链就把它绷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中间把这个铁链啊把它拎起来，那你会发现它的力量会往哪边传导呢？就是往两侧啊。一旦两侧达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那么这个力量又会向中间去进行一个传导。所以呢，你看年轻人啊，他不是背没有问题，你去按他的背部啊，他也会有一些条索状的一些结节，只不过是这些力量会被我们的颈椎和腰椎代偿。
但是呢，代偿它总有个极限，一旦到达你的极限以后呢，它就会集中的向你背后进行一些反馈，背就会感觉特别的僵硬，特别的不舒服。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是想让大家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那么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帮助我们很好的解开我们背后的筋结，让我们的背气血变得更加的顺畅。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今天带来的一个好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动作。首先呢，给大家做一个动作的演示。这个动作叫做旋转牵拉法什么意思呢？你看，一手放在我们的腹部，一手放在我们的后腰处此时我们这个腹部要向内收紧小腹向内收紧，然后呢开始慢慢的转身，吐气。头是跟着我们的身体一起转，比如说我的身体往我的左侧，头也要往左侧看，小腹一定要保持收紧，吐气，吐到你的极限，你会感觉你的后背这个筋被扯得非常的紧，一些原来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逐渐开始暴露出来，那么这个动作就是你的极限比如说在这里，我就能感觉到我的后背的筋扯得非常紧，那么此时我保留大概在2秒钟左右，好，回正。回正了以后呢，手换一个方向就是我往右侧转，就是右手在前贴着我的腹部，再来缓缓的转身，好，然后把头你看转过去，吐气，小腹一定要保持收紧，好，再回就这样。我们一般左右各转大概2到3次，是把我们的筋伸展开来。因为我们的背部肌肉大多数是纵向的一个布局它的排布一般是纵向的，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去做旋转，在旋转的时候就把这个筋给它拉开来了。好，这个动作其实是作为一个热身。那么动作做完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动作要来了就是刚刚的动作把我们的后背其实已经打开一部分了。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手交扣在一起。扣在一起，手放在我们的身后一定要把手臂尽可能的往下压，撑直。你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后边看一下手交叉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此时呢，我们转也是一样的转，腹部也是一样的要收，只不过是动作变成了，你看手往后你看手往后抬起来，然后转身，看好你看转，吐气，好，回。好，再来侧面再看一下你看，转，吐气，回。好，不同的角度看一下你看，抬手转，吐气，到你的极限，保持2到3秒钟，回。好，再来，你看，转，极限保持2到3秒钟，回记住了，我们转的时候一定要配合什么呢？吐气，小腹内收这2个是动作的核心。手呢是尽量往后去抬，抬得越高越好。然后后背的肩胛骨是往后夹，夹得越紧越好。在这些发力的稳固发力的时候呢，我们去转身。那么此时就能把你的后背的所有僵紧的一些筋结给它完全的拧开来就这样的话呢，你做完以后去活动一下你的后背，最神奇的反应就是感觉后背特别的轻松。然后呢，你可以去照一下自己的镜子从侧面看一下，你会发现整个背部一下挺拔起来了这个呢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动作，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同时呢可以转发给身边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自己的肚子非常的大，小腹突出，身上泡泡的，那么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好的瘦身动作。这个动作我自己已经练了1个月的时间下来，明显的感觉自己的腰围变小了，而且呢自己的小腹变得更加的紧致，同时呢腿脚变得更加的有力气。这个动作不仅简单，而且实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练习。如果你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分享动作。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平行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然后再讲原理我们双脚把它稍微靠拢一些，然后脚尖朝向正前方，同时呢把我们的小腹收紧我们可以双手护着我们的小肚子，然后来，你看脚尖踮起来，用我们腰腹的力量把我们的脚后跟甩向一侧，好，然后这个时候脚后跟落地，
再把我们的脚尖踮起来，然后指向另一侧。2、3、4、5、6、7、8、9、10、11、12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或许你们在屏幕前看我做的非常简单，但是你们把手机放下来，然后马上跟着我的节奏咱们一起做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动作的难度了。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肚子上面啊，因为这个动作它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脚上面的动作，实际上它需要你全身的力量去进行配合。你看我们脚把脚踮起来的时候你看脚后跟一转，是转到哪里呢？其实是我们的腰腹的一个发力。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脚尖抬起来的时候，再一转，也是需要靠我们腰腹的一个力量去进行稳定。所以呢，这个动作不仅仅是锻炼你的腿脚，同时还把你的整个腹部一起练到了。那么现在我带着大家再来做一个来回，大家看好，你看，踮脚，1、2、3、4、5、6、7，好，来回1、2、3、4、5、6、7、8、9再来1、2、3、4、5、6、7、8这个动作大家跟我做完了以后，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简单了？大家看似是一个步伐的训练，其实它是巧妙的锻炼了我们全身，运用到我们全身的所有的力量集中于我们的脚底。所以你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背后的原理是非常的多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动作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或许会感觉稍微有些累，稍微掌握不了这个动作的节奏，但是随着你慢慢的练习，你逐渐的就能体会到这个动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帮助。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腿脚现在走路更加有力，而且抬起来腿变得更加的轻盈，同时我的小腹是能明显感觉变得更加紧致的，这是我自己能感觉出来的好处。那么你们跟着我去练，也一样能获得很多的一个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记得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颈不好的人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的肩膀上面就扛着一个巨无霸，这个巨无霸的名字叫做斜方肌，而斜方肌很多人以为它只有这一块，我手摸的这一块叫做斜方肌。其实斜方肌的块头非常大，它分为3个数我手指的呢是我们的斜方肌上，然后还有中斜方肌以及下斜方肌。在这里我不多赘述，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斜方肌长期处于一种僵紧的状态，你不仅会感觉你的脖子和肩膀非常的乏力，非常的重，同时如果你的斜方肌长期的保持一个僵紧的状态，你还会显得我们的脖子变得越来越粗，我们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厚。好了，我们今天话也不多说，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放松方法，去把你肩颈上面的这个巨无霸给快速的缓解掉。同时呢，做完以后你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我去做。好了，现在咱们来讲方法。这一套动作呢，咱们把它分为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从我们的筋膜上面去入手。第2个步骤呢是我们的一个拉伸动作，也是一个传统非常有名的动作，叫做颈项真力。咱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手臂弯折的这个点。你看肘横纹这里手一弯这里有一个折起来的肘横纹我们在上面2指，就是我手摸的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肱二头肌我们进行一个拍打你看就这样去轻轻的拍。大家跟着我看跟着我一起做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拍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处于什么呢？手微微弯折一些空心的去拍，拍上一个20下到30下把这个地方先拍松。好大家看一下好，拍松了以后呢，就会发生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是什么呢？你看我拍松了以后，我肩膀往上提一提，我会发现我拍的左边的肩膀明显的就变轻松了一些往上提的时候，左右2侧能明显的感觉不一样。好了，左边拍完以后，右边也拍一下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把右边也拍松，
你会发现拍着拍着啊，你的右侧也松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筋膜链啊，就是把这个点啊给它拍松。好，拍完了以后啊，我们接下来做的一个动作叫做颈项蒸力啊，颈项蒸力，它是一个能够完全的打开我们的斜方肌上中下啊3块啊地方的一个动作啊。你看，双手合十，像我这样，脖子往一侧去弯。好，你看啊，来1。好，手转圈，在胸口画圈啊，你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但是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我手在画圈的时候，我下面的掌根不能分开来啊，你不能说你做的时候就是掌根就分开来做了，不行，一定要把它并在一起，合十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做我的右侧脖子，我就往左侧去歪啊，歪过以后，你看来1，好画圈。画圈的时候，每一下都要画到我们的极限啊，这个掌啊要把它合十在一起。你看，每一下，你看从这里啊，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脖子啊，从画这个圈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脖子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牵引的力量。好，我们就这样啊，这个拉伸感是非常的十足的，每一下都达到你自己的极限啊。你甚至可以顺时针做完了以后，逆时针再做一下啊，做一个3到5圈就可以了，不用做多啊，就在你的胸口啊画圈。这个动作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啊？也非常的好记。好了，我的右侧做完以后，现在我要做左侧。做左侧，头就往右侧去歪，然后呢，手一样合十画圈。你会发现在绕的时候啊，它是带着我们的肩胛骨去把我们的周边的肌群啊全都放松了啊，包括我们上面讲的啊上斜方肌、中斜方肌、下斜方肌啊都能放松啊，这个巨无霸慢慢就给瓦解了啊。好，我们做完以后，再把你的脖子活动一下啊，会感觉你的整个肩颈啊非常的舒服啊。这套动作啊，我建议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啊就做一做啊，拍手加上我们的一个颈项蒸力。如果你感觉好的，记得一定要把动作转发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同时呢，不要忘记关注我，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的腰部啊紧紧绷绷的啊？摸一摸自己的腰，发现上面有2根筋啊，又粗又壮，而且呢，自己的腰部啊平常还怕凉，还不能受力。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么今天啊，我教你一套动作。这个动作啊，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腰部啊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轻松，而且呢，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也能把我们腰部一些僵紧的筋啊给它拉伸开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把它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你的腰部有拉伸感，感觉腰部变舒服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好，咱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基本姿势啊，双腿把它分开来，小腹要把它收紧，然后手在前面啊环抱住，你看手是这样扣起来的啊，就像抱着一棵大树一样，把它抱好啊。那么此时呢，我的姿势是这样，你的双膝啊可以微微的弯曲，腰背部啊小腹一定要收紧，整个腰部啊一定要保持一个绷紧的状态。把这个姿势做好了以后啊，大家看啊，你看转身啊，腿不动啊，转身。转到你的极限，你看我转到这里，我转不过去了。好，这时候怎么办呢？哎，手给它旋过来，看到没有啊？这样旋过来以后，我们往前推一下，好，回，再给它回到我们的一个正位。好，这个时候再往另一侧转。好，你看转不动了以后，我们把手旋过来，啊，旋过来以后往前推一下。你会感觉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有一种被强烈的拉伸的感觉。原来一些堵着的筋，一些不通的地方，通过这个动作，你能感觉它这些筋啊是在绷着，但是做着做着，这个筋啊慢慢的它的力量就松了。好，我们继续来做，你看转到这里，我转不动了。好，我手你看这样拉过来。啊，就这个动作一做，它整个腰部啊就全部给伸展开来了，你就能感觉到你这里啊有一种强烈的伸展的感觉。好，我们把手往前推一下，哎，这个感觉就更强了。好，回，整个过程当中啊，你不用快，就慢慢的去做啊。你看，就像我这样，来转一下，往前推，哎，然后再回，啊。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腰部啊，你看
我无论是往哪一侧转啊，这个腰部啊，它都是啊，从侧面看，它都是保持一个直立的啊。你千万不能做的时候一做啊，这个腰部啊就没有劲了，就搭拢下来了啊，就不行啊。腰部保持直立啊，小腹收紧。腰部的直立的核心就是你的小腹始终保持收紧啊，然后慢慢的去做，动作非常的柔和啊，不用去担心做的时候啊，对你的身体啊，比如说啊闪着啊不太好啊，动作很柔和，我们就这样去做啊。左右算一下，我们做完6下以后，好，这个时候站直，活动一下你的腰，你会发现原来紧的地方，原来在某些地方活动的时候会有些咯噔响，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哎，做完这个动作以后，这个腰部一活动，感觉就特别的轻松。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啊教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腰部的动作。如果呢你的身边啊有一些朋友啊腰不太好的，特别是年龄啊稍微大一些的，你就让他去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啊，做起来的时候啊很温和啊，不用去担心你在做的时候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带来某些损伤啊，就是缓慢的去这样把动作做好。好，就这样，每天没事的时候去练一练啊，让自己的腰部啊通过这个动作得到一个很好的伸展，你的腰部啊就会轻松下来。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如果这个动作帮助到你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